我爹的葬礼上，主里的夫君和守灵的庶妹一起消失了。刚踏入灵堂，忽听关内传来赵锦楼的心声：“完了，宋青瓷怎么来了？他要是开棺，看到我清月衣衫不整，那就全毁了。”赵锦楼、宋清月在灵堂偷情不够，竟敢躲进我爹的棺材里。你们想陪葬？那我便成全你。大小姐，灵柩已净，阴阳已分。赵大人特意交代，封棺前任何人不得惊扰老将军安息。野猪机灵，快拦住他，千万别让他靠近棺材。吉时将至，姬文还需您最后神愿，这儿就交给奴婢吧。必死不挂，是吧？好啊，等百官到齐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看你们是要脸还是要命。不必了。来人，在。去前厅，请所有前来吊唁的大人即刻移步灵堂。你们在此候着。现在请人过来，宋青瓷，你疯了！你这个毒妇，你就是要毁了我！大小姐，吉时未到，这不合礼数。你在教我做事？奴婢不敢。他是不是发现了？不可能，他怎么会知道？现在出去，我这辈子就完了！爹娘，救我！父亲为国战死沙场，陛下特恩准葬入皇陵，百官送行。此刻你们若不出来，待会儿可就没机会了。景楼人呢？主礼官不在灵堂，成何体统？爹，我在这儿，我在棺材里啊，不能封棺！为了赵家的脸面，绝不能让他封棺啊！井口人呢？主礼官怎可不在岳丈的丧仪上？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！赵家这也太失礼了。回宫爹，诸位大人，夫君连日操劳，悲痛过度，方才晕厥在侧院。医者正在施针，恐一时无法起身，丧仪不可耽搁。既如此，便由儿媳代为主持。他撒谎，爹，他在撒谎，别信他！胡闹！景楼是陛下钦点的主礼官，朝廷礼制岂容你一个妇人越俎代庖，成何体统？国公所言极是，宋大小姐，此举不合礼制啊！主礼之事，断无妇人带兵的道理。公爷不妨细想，若景楼此刻真能出面，儿媳又何必赌上自己的名声，行此遇鬼之事？爹，别信他，他在诈你，快阻止他！诸位大人容禀，昨夜父亲因灵入梦。父亲言道，他一生戎马，杀伐过重，恐自身煞气冲撞皇陵地气，损及大周国运，唯愿提前封棺，以镇魂钉所煞安魂，方能安心入土，佑我大周江山永固。事关皇陵国运，青瓷不敢有丝毫怠慢。这是哪门好口？ 3年前北境雪灾，恶殍遍野，青瓷曾捐进嫁妆助朝廷赈济。陛下仁德，特赐3品书人诰命。今日我以孝女之名，以陛下亲赐诰命之身，代夫主礼，封棺镇魂之礼。
未安英灵，未稳皇陵，可算逾矩。爹，救我！来人，在。开棺。不要开棺，宋青瓷，我错了，求你别开，别让他们看见。请诸位大人上前辞灵。不，开了就全完了，身败名裂。爹，娘，大小姐，不可！诸位大人明鉴，老将军是战死沙场的，遗体实在并不周全，开棺恐惊害贵人，更惊扰老将军英灵，不如就隔棺辞灵吧。老将军在天有灵，定能感受到大姐的孝心。好，业主，拖住他，撑过去就能得救。显和我重重赏你黄金1000两，托你奴籍。那就永远留下吧。正好，父亲最疼宋清月，你们3人地下团圆，也算圆满。罢了，便依你所言，合棺辞灵。吓死我了！宋青瓷这个蠢货，果然还是怕了。谢大小姐，大小姐仁孝，老将军在天有灵，定会安息。辞灵礼毕，请受钉。大小姐，受钉落地，大凶之兆啊！这是老将军营灵不安，不肯离去，求大小姐暂缓封棺，等赵大人或是二小姐来吧。二小姐手灵器械，至孝至长，老将军定是想见她最后一面。业主这是在拖延时间。业主，你很忠心，屡次3番扰乱封棺大礼，冲撞老将军英灵。来人，拖下去，关入柴房，无我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大小姐，奴婢是为您好，为老将军啊，您不能。公爹，论亲疏，您是父亲的亲家公；论尊卑，您是朝堂尊长。这第1根镇魂钉，请您为我父亲定下，以慰英灵，以安魂息。公爹，请定棺。安国公，令郎身为主礼官，岳丈大葬迟迟不露，已属怠慢。如今连封棺也要推诿，于礼法何存？于孝道何故？此乃大不敬，大不孝！如此无德无孝之人，岂配居礼部要职？我等明日定联名上本参奏，革职查办，以正朝纲。不要停！我还活着，真的活着！从我那句低语，到业主的反常拦阻，再到关内这声不祥的闷响，我不信赵伯之还猜不透今天这场戏。是犬子无庄，突然恶疾昏厥，绝非有意怠慢，更非不敬陛下，不敬宋老将军。坑兄，老夫教子无方，带着不少子，向您赔罪了，未免误了吉时，冲撞皇陵地气。此封棺之礼，便由老夫这亲家公亲自完成，以权礼数，以安应还。爹，我是你亲儿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还好岳父是武将，关内有他传用夜灵刀，还有随身匕首，是宋清月及新手陪赠，都锋利，万不可动气。业主机灵，他定会找母亲求助，母亲有法子，一定有的。燕灵刀、匕首，确实是我亲手放进去的陪葬。不要，爹娘，救我！清月，我怕。不要，爹娘，救我！清月，我怕。
李成。麒麟。父亲宠妾灭妻，纵容妾室，逼死我母亲。宋清月，她宠爱的庶女，从小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而我这个嫡长女，不过是将军府里一个体面的摆设。如今父亲战死沙场，陛下追封厚葬，他最疼爱的女儿和他亲自挑选的女婿，那个我曾以为能托付终身，却在新婚夜便冷落我，转头与我庶妹私通的礼部侍郎赵景楼。停灵！公爷，请您与我一同送父亲最后一程。请诸位退至幕外，钦此与公父需与父亲独处片刻，做最后辞别。你早就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知道您的儿子与我的庶妹在我父亲的灵堂偷情，还是知道他们胆大包天，竟敢藏进我父亲的棺椁里？你何时？从踏入灵堂那一刻，我听见了，听见棺椁里的声音，听见您儿子的心声，听见他骂我贱人，怕我开棺发现他们的丑事，怕毁了他的仕途，怕毁了赵家的百年清明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公爹不信？那您告诉我，为何我要突然请百官入灵堂？为何要执意提前封棺？为何要逼您亲自定下这7根镇魂钉？因为我在给他们机会，只要在百官到齐前出来，哪怕衣衫不整，哪怕丑态败出，至少还能保住性命。可他们没有，他们选择了继续躲藏，选择了让夜烛拖延，选择了赌我不敢在百官面前开棺。他们赌输了。打开，现在打开，或许还能救。公爹，7根镇魂钉以下，棺椁已入皇陵，此刻开棺，便是惊扰英灵、亵渎皇陵的大不敬之罪，株连全族。况且，您觉得他们现在还活着吗？但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公爹，您说，如果母亲知道景楼被困在棺材里，会怎样？你想做什么？你不准动他！我不想做什么，只是突然想到叶竹被关在柴房，但柴房的锁好像不太牢。父亲最疼清月，如今他们3人在地下团聚，也算是圆满了。至于活人，好自为师。
宋大小姐节哀，老将军忠魂不朽，定能安息。大小姐仁孝至深，我等佩服。任谁看了都要赞一声孝心可嘉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孝服之下，是一颗早已冰冷坚硬的心。忠仆，不过是一条被许诺了黄金与自由的狗。狗急了会咬人，也会逃跑。小姐，到府了。门果然开了。终于回到这里了。脚步声极轻，但我听见了，不是一个人的，是两个人的，一个慌乱踉跄，一个沉稳有力。夫人，这边，快跟奴婢走。你确定景楼真的在那棺材里？真真万确，奴婢亲眼看见赵大人和二小姐躲进去的。大小姐后来执意封棺，国公爷被逼无奈亲手定的字。棺材抬走前，奴婢就在旁边，听见里面有撞击和敲击声。我的儿鱼儿上钩。小姐，外头有好几位夫人想来探望，都被拦回去了。继续拦着，就说我正为父亲守孝，悲痛难抑，闭门谢客。大小姐，安国公府刚送来了拜帖，说是赵母王氏夫人想过府祭拜亲家公。告诉来人，我正在校期，不见外客。安国公夫人的心意，我领了。大小姐，安国公夫人毕竟是您的婆母，又是亲自前来祭拜，咱们就这么拒之门外，怕是不太妥当吧？外人若是议论起来，按我说的做。是，奴才明白，奴才这就去回话。王氏，我当然知道你为何而来，想进将军府探实时，门都没有。叶竹既然逃了出去，必定会将灵堂发生的一切和盘道出。王氏向来爱子如命，得知赵景楼被活活封在那具棺材里，他怎么可能坐得住？可他不能明着来将军府要人。毕竟我在百官面前亲口说过，赵景楼是突发恶疾，正在侧院休养。若王氏此刻跳出来指认儿子在棺材里，就等于当众承认了赵景楼与宋清月在灵堂偷情、藏身棺椁的惊天丑闻。赵家丢不起这个脸，赵景楼那个礼部侍郎的仕途更经不起这样的摧残，所以他只能暗中行事。只要他暗中行事，就一定会露出马脚，就有犯错的余地。王氏果然等不及了，这一道拜帖不过是投石万火。只是他大概忘了，7天是活人在密闭棺材里存活的极限。我情你无间，爱不过山。
就让我轻松地坠入海底，你的将所愿的销声匿迹。明明在中国相爱的，就算凿开了那个通气孔又能如何？王氏大概做梦也想不到，那个孔洞本就微小，而且在我伏棺之时，早已趁时用衣袖中暗藏的蜡块将它封得死死的。赵景楼、宋清玉，从棺材被抬出灵堂的那一刻起，你们在世人眼里就已经注定是两个死人。可叹王氏这个当娘的，为了两个死人，竟然还要加上整个赵家的前程，愚蠢。不过这正合我意。老奴打听清楚，大小姐，皇陵那边的守卫突然加强了3班，防守的滴水不漏。还有刑部按察司的人最近在那安国公府附近出入的极其频繁。王氏，你是在等那些盗墓贼带回你儿子的尸体吗？或者你还心存侥幸，指望他还活着？可惜，白等了。大小姐，刑部尚书李大人亲自登门了。知道了，请去前厅，我稍后便到。宋夫人，节哀。李大人亲至，不知有何要事？这是夫君的东西。昨夜皇陵守卫抓获了一伙盗墓贼，他们意图盗掘宋老将军的墓室，被当场擒获。严刑拷问之下，那伙人招供是受安国公夫人王氏指使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公婆她为何要……贼人供词在此，还有王氏的亲笔书信为证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公婆她为何要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？锦楼明明在府中养病，她为什么要救她？宋夫人，有件事下官不得不告知您。里面不止宋老将军一人。棺椁中有赵景楼赵大人，还有谁？贵府2小姐宋清月。不可能！清月在守灵后便去了安堂为父亲祈福，景楼一直在府中养病，他们怎么会？尸体已经有5座验明正身，而且2人皆未着寸缕。宋姑娘，节哀。小姐。宋夫人，请节哀顺变。盗掘皇陵，此乃滔天大罪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早已惊动了圣驾。陛下龙颜震怒，已亲口下旨彻查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赵母王氏盗掘皇陵、亵渎英灵的重罪已是铁证如山。至于安国公赵伯渊，身为一家之主，管教不严在前，纵其行凶在后，亦是难逃干系。不知陛下圣裁是何意思？满门抄斩。安国公赵伯渊教子无方，纵妻盗掘皇陵，亵渎英灵，罪大恶极，无可赦渺。
传陛下口谕，即日起夺爵罢官，满门抄斩，所有家产悉数充公。父亲，您生前最疼爱的庶女宋清月，还有您亲自为我挑选的好女婿赵景楼，他们都已经去地下陪您了。至于赵家剩下的那些人，公爹和那些曾经冷眼旁观的人，很快也会去陪您的。您在地下，想必不会寂寞了。父亲生前从未踏足过这里一步，更不屑来看他一眼。即便死后，他也要葬入那巍峨的皇陵，绝不会与这寒酸的坟冢合葬。母亲，女儿为您报仇了。宠妾灭妻的父亲，他死了；他疼爱的女儿也死了。冷落我的夫君，他死了；他的家族也完了。那些欺辱过我们母女的人，都会付出代价。宋夫人接旨。臣女宋清池，恭迎圣谕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国将军宋氏之女宋清慈性行淑君，孝行卓然，值父丧之际恪守礼制，孝思不愧。昔年北境雪灾，倾嫁妆以赈灾民，人心昭著，功在黎众，其节其行，深合朕心。今特赐封一品，真孝夫人诰命，赏黄金1000两，良田庄院2处，以彰其德。令镇国将军宋氏世袭爵位，由其嫡长子宋承远承袭。钦此。圣旨宣读完毕，宋夫人，请接旨吧。臣女宋清直，谢陛下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兄长远在北境边关，一时无法回京受封，可至少父亲用性命挣来的将军府门楣，终究是稳稳保住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那些肮脏的人和事，也该随着大雪一起埋葬了。2年了，距离赵家满门抄斩已经过去了整整2年。小姐，外面雪下得紧，您看了快1个时辰的书了，歇歇吧。这是厨房刚炖好的桂圆羹，暖身子的。知道了，放下吧。女学那边的事都安排好了，都安排妥当了。新来的那批世家贵女已经按您的吩咐分了班，算术、医理、防身术的先生也都请好了，还有城西的义仓，昨日刚从江南运来了3000吨粮食，马放得整整齐齐，足够撑到开春了。北京那边也传了信，大少爷一切安好，今年的粮草军械都按时送到了，户部那些人再不敢苛刻分毫。兄病安好便好。这2年我步步为营，
不仅报了母亲的仇，扳倒了赵家、王家，还护住了宋家，让将军府的门楣愈发荣光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这看似平静的血色之下，暗流从未停止过涌动。二皇子虽被圈禁，但其党羽并未彻底清除。王家虽倒，仍有余孽潜藏在暗处，伺机而动。还有远在千里之外的南疆，近来也频频在边境异动，总带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诡异。更让我心头不安的是母亲的身世。父亲说她是江南孤女，可她精通南疆蛊术与医术，气质温婉，却带着与生俱来的贵气。临终前，她死死攥着我的手，反复念叨着玉佩、姐姐、南疆，直到闭眼，也没说清其中缘由。姐姐，南疆。这些年，我派人去江南查过数次，根本没有母亲所说的那户人家。她的身世，就像这漫天风雪里的迷雾，始终萦绕在我心头，挥之不去。还有那块8岁时被宋清月抢走的玉佩，羊羽白玉质地，刻着曼陀罗花，背面有个模糊的柔字，是母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。8岁那年冬日，她骗我到池塘边，抢走玉佩，将我推下结冰的池塘。只说玉佩被水冲走了，父亲偏疼他，只骂了我2句不懂事，便不了了之。这些年我只当他丢了，可近来南疆异动，母亲的遗言总在耳边回响，我不得不将这2件事联系到一起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城西的义仓走水了！怎么会突然走水？义仓一向看管严密，4角都有护卫日夜巡逻，怎么可能说着火就着火？怎么回事？火势如何？有没有人员伤亡？火势太大了，风中雪势，火借风威，半个义仓都烧起来了。京兆尹带着衙役和附近的百姓都在救火，暂时没有人员伤亡。可里面刚运到的3000石粮食，怕是保不住了。烧得好，宋清楚不是最在乎他这真孝夫人的名声吗？我看这次粮食被烧，开春百姓闹饥荒，他还怎么能当这种开春百姓恶主子？我们再散播流言，就说宋清楚贪污赈灾款，中饱私囊，才导义仓粮食不足。到时候就算他100张嘴也说不清。等他身败名裂，我们再慢慢弄死他，为赵家满门报仇。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那些潜藏在暗处的鬼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这道心声里的恨意会如此熟悉，熟悉到让我尘封了2年的杀意瞬间翻涌上。赵景楼这个名字像一根淬了毒的针，狠狠扎进我的记忆里。2年前，我亲手将他和宋清月钉进父亲的棺椁里，看着王氏为了救他，落得个凌迟处死、满门抄斩的下场。我一直以为他早就死在了皇陵的墓室里，烂成了一堆白骨。可现在，他的心声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。他没死，不仅没死，还回来了。备车，我要去义仓看看。小姐，外面雪大，火场上乱得很，太危险了。要不奴婢替您去吧，你坐镇府里指挥就好。不必，这件事我必须亲自去。我倒要看看从棺材里爬回来的恶鬼究竟长了什么本事，敢在我的地盘上放这一把火。赵景楼没死，宋清月大概率也活着。当年皇陵的棺椁我亲手封死，还让婉丽派人查验过，棺木完好无损，没有被动过的痕迹。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？又是谁救了他们？这2年他们藏在哪里？他们既然敢回来，定然是有备而来，绝不会只放一把火这么简单。小姐，义仓到了。夫人，是属下失职，是属下没有看好义仓，求夫人降罪。起来吧，先说说具体怎么回事。回夫人，今日午时，忽然听到西北角的仓库有动静，跑过去一看，火已经烧起来了，里面还发现了残留的火油桶。属下已经让人封锁了4周，可还是让纵火的人跑了。不好，宋之思看过来了，他不会发现我们干的。陈老，赶紧走，回去向主子复命。
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纵火的？什么纵火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是路过的百姓，你们凭什么抓我们？路过的百姓身上会带着南疆特有的桐油味儿。路过的百姓看到一仓着火，不帮救火，反而躲在角落里商量着怎么散播我的谣言。我再问一遍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不说，我现在就把你们交给金兆尹。大牢里的刑具，我想你们应该不想尝尝。拦住他！想死？没那么容易。把他们带回府里，严加看管。我要亲自审问。是。原来是有人故意纵火，太丧良心了！宋夫人开一仓救我们，这些人竟然烧一仓，就是一定要查清楚是谁干的，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大家稍安勿躁，诸位乡亲放心，此事我一定会彻查到底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一仓的粮食被烧，大家不必惊慌，3日内我会从江南的粮庄再调5000镇粮食过来，保证大家都能领到粮食，绝不会让任何人在这个冬天饿肚子。太好了，谢谢宋夫人！宋夫人人善，夫人活菩萨。你带人留下来处理火场善后，清点一仓损失，安抚好乡亲们。有任何情况，立刻回府禀报。是，夫人放心，属下一定办妥。小姐，小心脚下，车上暖和，快些上来吧。小姐，这些人也太可恶了，竟然敢烧一仓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一定要查清楚背后的主使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这一路比我预想的要安静。小姐，那2个人手上有厚茧，是练家子。他们用的火油是南疆特有的桐油，这种油寻常人家根本拿不到。南疆桐油倒是稀可，就连京中世家也极少能接触到。婉翠，你说赵景楼和宋清月怎么会和南疆扯上关系？小姐，不对，2年前皇陵那边，当年我们派人去查验，只看了棺木外面完好，根本没开棺查验里面。赵景楼和宋清月会不会根本就没死在棺材里？他们确实没死，刚才那2个人就是赵景楼派来的。什么？他们真的没死？这怎么可能？7根镇魂钉死死钉住了棺木，还埋进了皇陵，他们怎么可能逃出来？这也是我想知道的。婉翠，你立刻派人悄悄去皇陵开棺查验，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他们的尸骨。记住，一定要做得隐秘，不能惊动任何人，尤其是宫里和宗人府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赵景楼、宋清月，你们既然从地狱里爬回来了，那我不介意再亲手把你们送回去。当年我能把你们钉进棺材里，现在我照样能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这才刚刚开始下来，而这场复仇与厮杀的戏也才刚刚拉开序幕。大小姐，宫里来人了，皇后娘娘遣了内侍过来，正在前厅等着您呢。知道了，我换身衣服就过去。小姐，皇后娘娘这个时候派人过来，怕是为了一仓烧火的事来的。会不会是有人已经在娘娘面前给您上眼药了？意料之中，他们放这把火本就是为了毁我的名声，自然会第一时间把脏水泼到我身上。小姐，那我们无妨。先去见见这位刘公公，看看皇后娘娘那边是什么说法。
奴才给真孝夫人请安，夫人安。刘公公客气了，劳烦公公冒着大雪跑一趟，辛苦公公了。快坐，上茶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咱家今日过来是奉了皇后娘娘的命。娘娘听说了城西一着火的事儿，心里很是记挂，特意让咱家来看看您，问问情况。娘娘还听说外面已经有流言传出来，说义仓着火是夫人监守自盗，贪污了赈灾的银两，才故意纵火销毁证据。娘娘很是生气，特意嘱咐咱家让夫人不必忧心。娘娘是信得过您的，只是让您尽快查清此事，堵住悠悠洞口。果然，流言传得这么快，定然是赵景楼他们早就安排好了。前脚放了火，后脚流言就传遍了后宫，甚至传到了皇后的耳朵里。这速度不可谓不快。劳娘娘挂心，臣女感激不尽，请公公回去回禀娘娘。此事臣女已经查清，是有人故意纵火，人已经被臣女抓住了，正在审问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查清背后的主使，给娘娘、给京城的百姓一个交代。刘公公，这是在试探我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娘娘就知道夫人定能处理好此事。对了，娘娘还说了，眼看年关将近，京里人多眼杂，流言蜚语最是伤人。夫人若是有什么难处，只管进宫跟娘娘说，娘娘永远是站在您这边的。臣女谢娘娘恩典，这点心意，公公拿去喝杯热茶，暖暖身子。哎呀，宋姑娘这是干什么？让皇后娘娘知道了，咱家可担待不起啊。那咱家就谢过宋姑娘了。这群人真是太卑鄙了！火是他们放的，现在反倒倒打一耙，说小姐您监守自盗，简直是血口喷人。这才只是开始，他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回来，自然不会只放一把火，造几句谣就完事儿。接下来还有更多的阴招等着我们呢。宋庆慈这个毒妇竟然还能稳得住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就安抚住了皇后。急什么？这才只是刚开始，明日我就让人把流言散播到市井里去，茶馆、酒肆、勾栏瓦舍全都安排上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她这个真孝夫人就是个贪赃枉法、心狠手辣的毒妇。我看她还怎么坐稳这个位置。立刻带人搜查府外四周的巷子，有可疑人员立刻拿下。是。小姐，怎么了？赵景楼就在附近。就在府外盯着我们呢。可惜等护卫赶到，他应该已经跑了。大小姐，我们搜查了附近的巷子，只在对面的屋顶上发现了几个脚印，人已经跑了。小姐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他们明日就要把流言散播到全京城去了，我们要是不赶紧想办法，您的名声就全毁了。既然他们想玩，我便陪他们玩。急什么？世人的嘴从来都不是靠堵就能堵住的。他们想散播流言，就让他们散播。流言越凶，等真相大白的那天，他们摔得就越惨。你去办2件事：第一，让我们的人盯着京里所有的茶馆酒肆，看看都是哪些人在散播流言，把他们的底细全都查清楚。第二，通知江南的粮庄，明日一早就把粮食运进城，5000绉，一粒都不能少，直接拉到义仓门口，当众发放给百姓。小姐英明，百姓们领到了粮食，自然就不会相信那些流言了。他们想毁您的名声，反倒会让百姓们更感激您。不止如此，他们不是想让我乱吗？我偏不乱。我越是稳如泰山，他们就越是着急，一着急就会露出马脚。是，奴婢明白。我母亲的身世与南疆有关。母亲的身世定然和南疆脱不了干系，
而赵景楼和宋清月能从皇陵里逃出来，又能拿到南疆的桐油，定然是得到了南疆人的帮助。他们到底是怎么和南疆扯上关系的？大小姐，张掌柜来了，说有急事求见您。快让他进来。大小姐，坐吧。这么晚过来，可是查到了什么？大小姐，您让我查的南疆的事儿有眉目了。南疆这次派了使团入京，带队的是南疆的长公主林婉晴。这位长公主是南疆王的亲姐姐，手握10万南疆铁骑，性情刚烈，在南疆威望极高。使团已经入了关，3日后就会抵达京城。姐姐，难道是她？还有呢？还有一件事很蹊跷，听说这位长公主身边带着一对年轻男女，男的戴着面具，女的据说是长公主失散多年的亲侄女，也就是她妹妹当年走失的南疆小公主的女儿。走失的南疆小公主的女儿，母亲难道就是当年走失的南疆小公主？那我才是林婉晴的亲侄女。那宋清月呢？她凭什么被认作是长公主的侄女？答案瞬间呼之欲出。那块刻着曼陀罗花、带着母亲名字的玉佩，定然就是南疆公主的认芳信物。宋清月拿着那块玉佩冒充了我的身份，骗了林婉晴，让她以为自己才是她的亲侄女。黑暗，无尽的黑暗，像潮水一样将我吞噬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原来我从来都比不过赵家的门卫，你明知我还活着，还是亲手定下了镇魂钉。爹，护犊都不识字，你怎么就忍心？清月，清月，你醒醒！浩堂，那个贱人宋青瓷，他早就知道，他听见我在关内的声音。不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在这里！不行，这样下去，我还没挖穿就先窒息而死。有人来了，是来救我的吗？是母亲派来的人吗？若是盗墓贼呢？若是宋青瓷派来杀人灭口的呢？就是这儿，快动手！等等，先确认一下，公主说了，务必找到带有玉佩的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块玉佩，他只说又是一位高人赠予，说是保命符，没想到真的招来了救星。跳，动作快，别惊动外面守卫！救我！快救我！别废话，快把人弄出来！你是赵景楼？是我。玉佩呢？在他身上，他带着。参见小主子，属下来迟，让小主子受苦了。没关系，只要能活命，任什么都行。等我出去，有的时间弄清楚这一切。快带我们离开这里！再不走，守卫醒了就麻烦了。走。宋青瓷，今日之辱，他日我必100倍奉还。宋青瓷，等着，一定会回来的，一定！我会让你，让宋家，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付出血的代价。所有的线索在这一刻全部串联了起来。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能从棺材里逃出来，为什么拿到南疆的桐油，为什么有底气回来找我报仇。原来他们找了南疆长公主做他们的靠山，
而这位长公主是我的亲姨母，却被宋清月蒙骗，把仇人当成了亲人，把亲侄女当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大小姐，还有一件事，属下查到，这位长公主当年和她妹妹感情极好，她妹妹走失后，她找了20多年，这次找到侄女儿，她极为疼爱。放话出来，谁要是敢动她侄女一根手指头，就是和整个南疆作对。疼爱？她疼爱的是抢走我身份、害死我母亲、毁了我半生的仇人。我知道了，张掌柜，你继续去查清楚这位长公主的喜好，查清楚她和宋清月、赵景楼之间到底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无可转，我也曾迷茫于这份雨。林婉晴、宋清月、赵景楼，真是好得很。一个认错了侄女，帮着仇人对付自己的亲外甥女；一个偷了别人的身份，鸠占鹊巢，还想置我于死地；一个从棺材里爬回来，满心都是仇恨，想为他那满门抄斩的家人报仇。3日后，南疆使团入京，我倒要看看这场认亲的大戏，你们要怎么演下去？而我会亲手撕碎宋清月的伪装，让她从云端狠狠摔进泥里，让她尝尝被人夺走一切、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小姐，南疆使团已经进永定门了，马上就要到这条街了。宋青瓷，我回来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如今我有南疆长公主撑腰，有整个南疆做后盾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！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让你身败名裂，让你跪在我面前求饶，让你为赵家满门偿命。哼，宋青瓷，你看到了吗？现在我是南疆长公主的侄女，是南疆名正言顺的表小姐，小小告密，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。等我恢复了公主的身份，我一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宋青瓷不过是个卑贱的庶女，而我要抢走你的一切，让你一无所有。回府吧，戏看完了。小姐，您看宋清月那副样子，真是太恶心了！拿着您的身份在外面招摇撞骗，还敢这么嚣张？嚣张不了多久了，她越是得意，摔得就越惨。对了，宫里那边有什么消息？宫里传来消息，陛下已经下旨让鸿胪寺好生接待南疆使团。明日一早，长公主会带着使团入宫觐见。还有，皇后娘娘遣人来说，明日让您也入宫，陪着一起接见南疆使团。知道了，替我准备一身符合规制的蝶衣，明日入宫。是。青瓷，你可来了。今日南疆长公主入宫，本宫心里总有些不踏实，有你在，本宫也安心些。娘娘抬爱了，臣女定当尽力，不辜负娘娘的信任。青瓷，你也知道，如今太子监国，朝堂上看着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南疆20年未曾现实入京，这次突然派长公主亲自前来，还带着所谓的走失的公主之女，恐怕是来者不善啊。娘娘放心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他们若是真心交好，我们自然以礼相待；若是心怀不轨，我们也不必怕他们。有你这句话，本宫就放心了。青瓷，你果然是个有大格局的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南疆使团已经到了太和殿外，陛下让皇后娘娘和甄孝夫人过去。南疆使团觐见。做繁星映竹天，却竟然万千华光中，生松风看，此去莫沾一人烟。知道了，替我准备一身符合规制的蝶衣，
明日入宫。是。青瓷，你可来了。今日南疆长公主入宫，本宫心里总有些不踏实。有你在，本宫也安心些。娘娘抬爱了，臣女定当尽力，不辜负娘娘的信任。青瓷，你也知道，如今太子监国，朝堂上看着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南疆20年未曾现实入京，这次突然派长公主亲自前来，还带着所谓的走失的公主之女，恐怕是来者不善啊。娘娘放心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他们若是真心交好，我们自然以礼相待；若是心怀不轨，我们也不必怕他们。有你这句话，本宫就放心了。青瓷，你果然是个有大格局的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南疆使团已经到了太和殿外，陛下让皇后娘娘和甄孝夫人过去。南疆使团觐见。作繁星映初见，雪尽染，万千华光中生所